上一期咱们讲到了黛玉在碧纱橱里过了第一夜，眼泪正式开环。但是曹雪芹笔锋一转，用了古典小说里最经典的手法，叫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一条线继续写林黛玉，她跟着姊妹们到了王夫人处，见王夫人正忙，便去了大嫂李氏房中。这位李氏就是李纨，贾宝玉死去的哥哥贾珠的遗孀，贾兰的母亲。很多人看电视剧对李纨迷迷糊糊的，不知道她是谁，但她其实是贾府里一个极其重要的悲剧型人物。那么另一条线猛地拉回贾雨村，他刚上任应天府，满腔正义要检恶除凶，结果岸边一个门子使了眼色，他立刻停手。这个眼色把四大家族一荣俱荣、一损俱损的遮羞布撕开了一个口子。这两条线看似各走各的，其实紧紧咬在一起。雨村是送黛玉来的，他要判的案子被告是薛蟠，而薛蟠是黛玉二舅母王夫人的外甥。四大家族这张网从这一回开始收拢。来听这段双线并行的经典。却说黛玉同姊妹们至王夫人处，见王夫人与兄嫂处的来使记忆家务，又说姨母家遭人命官司等语。因见王夫人事情冗杂，姊妹们遂出来，至寡嫂李氏房中来了。原来这李氏即贾珠之妻，珠虽夭亡，幸存一子，取名贾兰，今方5岁，已入学攻书。这李氏亦系金陵名宦之女，父名李守忠，曾为国子监祭酒，族中男女无有不诵诗读书者。至李守忠继承以来，便说女子无才便有德，故生了李氏时便不十分令其读书，只不过将些女四书、列女传、闲园集等3、4种书使他认得几个字，记得前朝这几个贤女便罢了，却只以仿记警旧为要，因取名为李纨，字公才。因此这李纨虽青春丧偶，居家处高粱锦绣之中，竟如槁木死灰一般，一概无见无闻，为之世亲养子，外则陪侍小姑等针指诵读而已。今黛玉虽克记于斯，日有这般姐妹相伴，除老妇外，余者也都无庸虑及了。如今且说雨村，因捕受了应天府，一下马就有一件人命官司降至案下，乃是两家争买一币，各不相让，以致殴伤人命。彼时雨村即居原告之人来审，那原告道：被殴死者乃小人之主人，因那日买了一个丫头，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，这拐子先已得了我家的银子，我家小爷原说第3日方是好日子，再接入门，这拐子便又悄悄地卖与了薛家，被我们知道了，去找卖主夺取丫头。无奈这薛家原是金陵一霸，以财仗势，众豪奴将我小主人竟打死了，凶身主仆已皆逃走，无影无踪，只剩了几个局外之人。小人告了1年的状，竟无人做主啊！望大老爷拘拿凶犯，检恶除凶，以救孤寡，死者感戴天恩不尽呐！雨村听了大怒道：岂有这样放屁的事？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，再拿不来的。因发签差工人立刻将凶犯族中人拿来拷问，令他们实供藏在何处，一面再动海捕公文。正要发签时，只见岸边立的一个门子使眼色，不令他发签之意。雨村心下甚为疑怪，只得停了手，及时退堂至密室，侍从皆退去，只留门子服侍。好，原文先演播到这儿，这段是经典的双线叙事，咱们把2条线拆开了，再看他们是怎么咬在一起的。先说李纨啊，很多人看电视剧不明白他是谁啊，他是贾宝玉死去的哥哥贾珠的妻子。贾珠是贾政和王夫人的长子，14岁进学，不到20岁就娶妻生子了，然后一并死了。
李纨就是这位魏王人，守着儿子贾兰过日子。他父亲李守忠当过国子监的祭酒，也就是全国最高学府的校长，书香门第。但是这位校长信奉女子无才便有德，所以李纨从小只读女四书、列女传这类书，只认得几个字，知道几个前朝的贤女，然后就把心死了，竟如槁木死灰一般。这几个字写进了一个青春丧偶女子的绝望。她住在高粱锦绣之中，吃的穿的都是最好的，但是心已经死了。不是她天生冷淡啊，是封建礼教把她规训成了活死人。她不能改嫁，不能动情，不能有自己的欲望，只能侍养亲子，陪侍小姑。而您看她名字里的密码，父亲叫李守忠啊，守规矩，那么给他取了个名字叫纨，字公才。纨是细捐，公才是按宫廷规矩裁剪。他的这一生就是规规矩矩裁剪的方方正正，没有棱角，没有情感。这是《红楼梦》里对礼教痴人最无声的控诉。然后曹雪芹用了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顶级笔法，先写黛玉在李纨房中交代内宅的安稳，然后一句如今且说雨村，笔锋斗转，猛地切到了应天府的公堂。这两条线，一条是情，一条是法，但骨子里是一件事，就是四大家族的权力网络。雨村能复职，靠的是贾政，也就是黛玉的二舅。那么现在要判的这个案子，被告薛蟠是王夫人，也就是黛玉的二舅妈的外甥。而这个案子里被卖的丫头，正是第一回甄士隐丢的女儿英莲。那么黛玉进贾府的这条线和雨村判案的这条线，在四大家族这个点上咬合了。然后看雨村判案，他刚上任时的正义是真实的，也是脆弱的。雨村一听打死人命，就大怒道：岂有这样放屁的事儿？打死人命就白白的走了。他立刻就要发签抓人。这个时候他还有书生的义气，还有检恶除凶的抱负，但岸边立的一个门字使了个眼色，他就停手了。这个眼色是全书最狠的细节之一。门字是谁？是衙门里的差役，是官场最底层的人，但他知道内情，他知道薛蟠是谁，他知道四大家族的关系，知道贾雨村能坐在这个位子上靠的是谁。所以一个眼色胜过千言万语，雨村心下甚为疑怪，但立刻退堂进密室。这说明了什么呢？说明贾雨村骨子里是个投机者，他的正义只在没有利益冲突时才存在。门字一个眼色，他就明白了，这个案子不能按法律办，得按规矩办。这个规矩就是后面要出场的护官符。最后我们看英莲啊，也就是第一回丢的那个女儿，在这个第4回里出现在了案卷里。原告说那日买了一个丫头，不想是拐子拐来卖的。这个丫头就是甄士隐丢了的女儿英莲。甄士隐家的悲剧和贾雨村的仕途在应天府的公堂上相遇了，这是命运的闭环，也是曹雪芹的宿命论。所有人的命运早就在第1回写好了。所以这期的核心是什么呢？是李纨的活死人的状态和贾雨村的假正义，是花开两朵的叙事野心，也是四大家族罪恶网络的第一次现形。李纨在锦绣中枯萎，雨村在公堂上妥协，而那个被买卖的英莲是连接神话与现实的血线。那么下一期，门子把雨村拉到了密室，掏出那张写着假不假，白玉为堂金作马的护官符，四大家族的底牌要亮出来了。我们下一期接着聊。